妖生山，山林中，熬以半座的科勒尔重出江湖，此时正在那儿静静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脸蛋儿多少有些悲戚。当然了，这故事是李长寿在旁传声叮嘱的。在他的讲述中，他本有一个温和的兄长，二人一同修行万年，修得了天仙修为，便投奔去了天庭。去了天庭之后，他在瑶池边做一个小仙女，负责打理一处空闲的仙殿。他兄长做了天将，而后步步高升。万不曾想到，我兄长将我许配给了那守门的老天将。该死！哎，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也是一种晋升的谋略。乐儿道友，犀牛精正色道：不如去我洞府休息，我那地方宽敞且干净，他们几个的洞府经常都不打扫。一旁的狼妖啧啧轻笑：乐儿道友莫要信他，他早已有六房夫人，最是擅长给女子下迷药。你怎么平白无人清白？我那都是真心，真心相爱。狮子精起身道：各位，若说清白并且富有责任心，还是我们师族吧。乐儿道友不如去我那儿安歇。在座这几位除了我之外，哪个没用过龌龊手段侵占良家女子？哼，本王连女子的手都没碰过，与乐儿仙子最是般配。其他几妖顿时面色阴沉下来，也不知这头修行2万年得了长生境的纯阳老妖王到底有什么可炫耀的。科勒尔面露警惕，站起身，背靠着树干，小声道：各位道友，你们莫非不是山妖？善，我们怎么不善了？犀牛精赶紧道了一句。科勒尔低声道：道友已有婚配。哎呀，感情破裂了，咱回头就写休书啊。然而一侧已经有妖王拿出仙宝，冷然道：各位何必呢？手下见真章吧，谁赢了就直接将乐儿仙子带回洞府逍遥快活，何必这般惺惺作态？然而他话音刚落，一旁几头妖王同时扑了上来，一时之间只见红斗篷乱舞，几只大妖把刚才说话那个妖摁在地上一顿乱揍，打得他奄奄一息，被狮子精一脚踢回了隔壁山头。乐儿仙子岂容你冒犯？混账东西，下次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科勒尔的袖中，李长寿的纸片人差点笑抽过去，突然觉得这几只大妖如果不是业障缠身，搞成坐骑给大法师送过去解解闷儿也是极好的。可惜呀，一个个看似忠良，但是那贪婪的目光，时不时划过的冷笑，缠绕在妖魂之上的业障，早已经暴露了他们的本性。李长寿继续传声，现场教台词儿，顺便客串一下表情指导。妖生山上，熬以半座的科勒尔宛若一朵洁白小花，有些不知所措。他身旁又站了几道黑影，和善的微笑后满是恶念。而在这些黑影之后，妖生山旁仿佛又有一道高耸入云的黑影静立，一只大手已将方圆100里尽皆掌控。李长寿的算计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科勒尔左右周旋，让几头妖王互相牵制，便自顾自地在山林中疗伤。这几头妖王暗中较劲儿，各自喊来妖将妖兵，在林中安营扎寨，通宵达旦，饮酒作乐，绞尽脑汁彰显各自的气概。如此一天一夜安然度过。李长寿的7部指导人团已经在各处就位，临时组建了2套，总共5套地煞灵报纸人都已经送到了此地。此前的2套地煞灵报阵悄悄埋藏在地下，后续赶到的3套地煞灵报阵呈3才阵列，安插在了妖生山周围。渡仙门内灵数的付出必将得到丰厚的回报。打完这一仗，李长寿的首要任务就是给自家小师叔多炼制一些美酒，让他继续去搞树浆了。
指道人势必库存短缺。李长寿把控着各处的节奏，此时不想放过任何细节，稳步推动着自己的剧本。一环过后又是一环，待指道人军团完成落位，科勒尔的哥哥带着1000天兵威压妖生山。这1000名天兵都是东木公精挑细选而出，根脚清白可信任的天庭老兵。那天将也并未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只是说要来除妖。就听空中雷霆炸响，鼓声轰鸣，天兵排成战阵，对着下方群妖虎视眈眈。妖生山上4妖王见状大怒，各自点好兵马，擂鼓叫阵。然而地面的这些情形已是震动到了妖生山地底深处藏着的那群业障大妖。地下大阵中，群妖冲出那座悬浮于地下空洞近乎被掏空的山岳，数百只业障大妖将山顶祭坛团团包围，一个个抬头向上眺望，有低沉的嗓音问起：怎么回事？是几个小妖跟天将起了冲突，与此地无关。这把灭人剑事关吾圣族中兴，此事只差300年就可攻城，绝不可出差错。我们已做得如此隐秘，出事也是北周那边先有动静，巫族早已认命，不足为惧。几声简单的交谈透露出成吨的情报。群妖最后留下了16只，各自盘坐在那白骨祭坛上，其余纷纷回了各洞府。上面这一点小打小闹还不值得他们出手。角落中那隐藏着身形的2具化身完全没有暴露，潜藏之法自非浪得虚名。李长寿暗中观察了一下玉帝化身的表情，发现赵德柱只是微微皱眉，便收摄心神，继续忙其他地方。玉帝本身并非人族，对灭人剑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反应，很正常。李长寿反倒是有点想骂人。这妖族当年以人族生魂炼制鹿巫剑，斩杀数位祖巫，自此跟人族不死不休，如今又搞这一套，还是以巫族生魂炼制灭人剑。这要做什么？去火云洞中偷袭一波？这一战已非功德那般简单了，人与妖立场绝不两立。一些合理的因缘除外。且看妖生山上一场大战，那1000名天兵按天将科勒尔哥哥的命令，各自记起2只随身携带的仙豆，搞出了2000名仙豆兵。这2000仙豆兵直接下场，冲向4妖王召集的妖兵。按照剧本，科勒尔站起身来，言道：诸位，莫要这般，我且回去吧。仙子，且等。犀牛精大手一挥，孩儿们，让他们看看咱们的厉害！杀！号角声呜呜作响，数千妖兵齐齐升空，朝着仙豆兵逆击而去，在天地间展开了一场大战。然而这些妖兵竟然能跟撒豆成兵神通做出来的豆兵打的是有来有往，杀得互有胜负。这是李长寿万万没有想到的。这是道兵啊，只是一些会执行有限命令的道兵啊，这会儿妖族搁这儿丢他们祖宗的脸呢？到底是这群妖兵太弱，还是自己把仙豆兵搞得太强了？李长寿心底一叹，但总觉得这般程度的妖族不断喊着圣族中兴，是不是在如今的洪荒搞错了一点什么？不可大意，沉着应敌。妖兵凶狠势众，那2000仙豆兵因为仙力损耗太多，最终被围剿一空。地面上留下了200多具妖兵的尸身，以及一些豆子粉儿。第一战没打过，空中的天将面色阴沉如水，骂道：乐儿，你不要执迷不悟，勾结妖族，忤逆天庭，你已经走上了难回头之路。科勒尔喊道：哥哥，我这就跟你回去，莫要再造杀孽了。当下科勒尔立刻就要飞起来，
但是那妖生山的4妖王齐齐出手，率兵攻向空中。双方尚未交战，众天兵鸣金收兵，驾云迅速后撤。一时之间，妖生山上满是妖兽呼喊咆哮之声，嘲笑着天兵天将的不堪一击。将军，咱们凭战阵未尝不能一战。回天庭的路上，有天兵队长气不过，主动请战。众天兵满是迫切地看着这名陌生的天将。莫急，对方这几位妖王实力不凡，硬拼只是白白增加死伤。天将低声道了句，而后朗声疾呼，声传千里。李长寿喊的便是：妖生山众妖，尔等今日公然袭杀天兵，已是触犯天条。明日待本将再来讨伐，定要你们血债血偿。言罢，李长寿带着这1000天兵匆匆离开天边，让不少天兵面色涨红，颇为郁闷。妖生山上的4妖王意气风发，群妖更是精神振奋，嗷嗷乱叫，仿佛上果之后天晴了，雨停了，他们妖族又行了。稍后，科勒尔劝说他自己主动离开，却被4位妖王联手留下，让他且在此地疗伤修行，天塌下来他们顶着。这4妖王也不傻，知道这一次打了天兵，明日会来更多天兵，他们连夜招来另外2位妖王，其中包括之前被他们胖揍一顿的那个家伙。6大妖王聚起了数万妖兵，准备应对接下来的大战。与此同时，他们将自己大胜天兵的消息传给了相熟的妖族。第2日，天兵天将果然再来了，这一次来了1万大军。见面之后，还是直接施展撒豆成兵之法，强攻妖生山。妖生山群妖反击，与仙斗兵展开了一场焦灼的乱战，最终趁着仙斗兵仙力耗尽，再次大胜。这1万天兵并未下场，李长寿同样是留下狠话，匆匆而去。地下大阵中，那些业障大妖纷纷开启冷嘲热讽，他们嘲笑天庭天兵没种，不战而退，嘲笑天庭如今是兵少将寡，还非要宣扬威仪，打肿脸充胖子嘛。角落中躲藏的玉帝化身气得差点就拔刀提前砍了他们，还好李长寿及时拦住。哎呦，剧情需要啊，陛下。这些妖族狂妄尊大，若无天庭，当杀之。陛下放心，稍后定让他们灰飞烟灭。赵德柱这才满意的点点头，继续与李长寿安静地躲藏在此地，推演着稍后如何夺剑。李长寿继续把控全局，暗中在各处妖族地盘扩散妖生山妖兵抗天的消息。因为妖生山之事，天庭各方也被惊动了，不少武将赶去凌霄宝殿请战，却都被东木公以玉帝陛下去瑶池休息了为由，让他们等几天。顺便，东木公动用自己的兵权，调拨了3万大军，由突然冒出来的天将柯镇恶节制。第3日，妖生山上汇聚了8万妖兵，26路妖王。李长寿带着3万天庭大军赶来，同样是用撒豆成兵敷衍一下。待这些妖兵艰难地杀完了斗兵，留下数千具尸身，准备朝空中反击的时候，天庭大军已经提前后撤，顺利避免了正面交锋。妖族士气大振呐！而此时，除却犀牛精等少数几个妖王之外，其他人都未察觉，引起此事的科勒尔已经没了踪影。巡山小妖给犀牛精等4位妖王送了一封书信，信内说他不忍见生灵涂炭，在此地战事平息之后，自会回返感谢。4位妖王虽然有些惋惜，但也没觉得有什么。女色嘛，这还不好找。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打天兵，打豆豆，增加自己在妖族中的威望，为今后的前程铺路嘛。天庭发起的这3波攻势，可以说极大地鼓舞了妖族的士气。当天庭传出消息，说是玉帝震怒，责令东木公明日率10万天兵灭掉妖生山之妖。当晚，
只是一晚，一阵阵妖风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在妖生山汇聚了20多万妖兵，100多名妖王，几十名上古老妖。此时的妖族势力主要分为3种类型。其一，温和派，想着如何在洪荒缝隙中安然度日，躲避开人族，不掺和任何人族与妖族的战事，就比如那个资铁城。其二为中兴派，想为妖族再次恢复上古荣光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其三是激进派，还保存着上古时妖族面对弱小人族的优越感，以食人为乐。第2种与第3种类型互相之间高度重合，且占据了妖族的大多数。此时最先反应聚集在妖生山上的妖族大多为第3者。李长寿的仙识扫过，这漫山遍野的业障，看得他也是有些触目惊心。若非这个局还想钓大鱼，他都想趁着夜色朦胧直接爆了此地。等等看吧，或许一些妖族的重要人物会在明日现身。此时妖生山上半数妖族恐怕都不知，此地有不少妖族高手是刚刚从地下的妖族密地直接爬上来的。而此地妖族联军一部分也是地下那些老妖临时调来。妖生山对于他们而言无比重要，下方的那把宝剑更是承载了部分妖族族运，不容有失。妖族上上下下此时已经觉得这次与天庭的战事就是妖族中兴的节点。当然了，半数妖族是因这几日连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半数妖族根本就没有将天庭放在眼中。如今这天庭缺兵少将，若非太上老君入驻天庭，玉帝背后又有道祖，妖族早就打上去了。然而众妖未曾察觉到，那只原本暗中笼罩妖生山的大手已经开始缓缓闭合。不过不急，李长寿决定再稳他一手。